有的小夥伴叫我說，為何德國人對中國如此敵意，或者說負面情緒如此之大？今天就來說說這個話題。這是本人不成熟的觀點，大部分出於本人對德國社會的觀察。德國社會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並非源於單一原因，而是多種結構性因素交織的結果，尤其在今年國際格局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被顯著放大。首先，經濟依賴與戰略性誤判的反噬是核心根源。過去20年，德國企業深度嵌入中國供應鏈，以通過貿易實現變革的理想主義策略換取市場准入。然而，當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加速自主，並逐步運用經濟槓桿，如稀土、芯片出口限制作為地緣政治工具時，德國政商界意識到，這種單向依賴非但未帶來政治變革，反而削弱了自身產業安全與技術主權。這種認知落差催生了強烈的被利用感和戰略挫敗感。其次，德國國內政治極化加劇了對華認知的碎片化。綠黨等所謂進步力量將中國的人權、台灣、氣候等問題道德化，要求德國採取價值觀外交，而經濟利益集團和部分傳統政黨則更關注市場准入與供應鏈穩定。這種內部分裂導致政策信號混亂，如德國外長與財長訪華形成的矛盾，被公眾解讀為德國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進一步削弱了國際信譽，也激化了德國軟弱無力的批評聲浪。第三，媒體與公眾輿論受到地緣政治敘事的深刻塑造。中國在南海、台海的行動被廣泛視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而其“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科技擴張被解讀為系統性權力博弈。德國媒體在報道中常將中國行為與俄羅斯的侵略性並列，強化了威權擴張的敘事框架。同時，普通民眾對中國製造低價商品的依賴與技術流失、產業空心化的擔憂並存，形成一種既離不開又恨其強的矛盾心理。第四，全球化紅利分配的失衡感是深層心理動因。德國中產階級感受到製造業外流、工資停滯，而中國則被視作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這種我們犧牲，他們崛起的敘事，使中國不再僅僅是經濟競爭對手，更成為德國社會內部不平等與國家地位下滑的象徵性投射對象。第五，德國主流媒體數十年來對中国政治體制的系統性負面刻畫，構成了德國公眾對華認知偏見的重要根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塑造敵意的意識形態基礎。這種妖魔化並非始終表現為赤裸裸的敵視，而是更以以下幾種形式呈現：制度性偏見框架，德國媒體長期將中國置於威權與民主的二元对立敘事中，幾乎所有涉華報道，無論是經濟、科技、環保還是社會議題，最終都會回歸到體制問題。經濟增長被歸因於國家資本主義壓榨，技術進步被解讀為國家監控能力的延伸，疫情防控措施則被簡化為專制控制。這種框架使中國幾乎無法在道德或制度層面獲得正面評價，任何成就都被預設為不可持續或以犧牲自由為代價。選擇性報道與話語壟斷，德國媒體極少引入多元中國視角，中國學者、普通民眾或獨立智庫的聲音往往被邊緣化，而持極端批評立場的海外異議人士、台獨或港獨分子，或者西方智庫報告則被頻繁引用，形成中國問題只能用西方定義的話語閉環。這種信息過濾強化了德國公眾對中國的單一負面印象。歷史與意識形態的延續，冷戰思維在德國並未完全消退。儘管中國早已不是計劃經濟國家，但德國媒體話語中仍殘留着對共產主義體制的本能警惕。這種警惕在近年來被重新激活，並與地緣競爭敘事結合，使中國從潛在夥伴轉變為系統性對手，或者也可以翻譯為制度性對手。這一轉變在歐盟2019年對華政策文件中已明確體現，而德國媒體是這一話語轉向的重要推手之一。
道德優越感與認知惰性。德國社會在二戰後構建了以人權、民主、法治為核心的道德身份認同，將中國塑造為這些價值的反面，無形中鞏固了自身的道德優越感。這種心態導致對華討論缺乏歷史縱深與制度複雜性理解，例如忽視中國減貧成就、治理效能或全球南方視角下的發展路徑多樣性。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媒體敘事有的時候並非完全脫離現實，但其系統性偏向、語境剝離和道德化修辭放大了威脅感知，壓縮了理性對話空間。當德國政界、學界與公眾長期浸潤於這種話語環境，對華敵意便從一種政策立場逐漸內化為社會共識。所以，德國或者說西方媒體數十年如一日的負面敘事，確實是德國社會對華態度惡化的重要推手。它不僅反映偏見，更在持續生產偏見。最後，中國的產業對德國產業逐漸形成競爭關係，影響到德國人就業及生活水平可能隨之降低，也是德國對中國負面情緒加劇的原因。這是近年來德國對華負面情緒急劇升溫的現實基礎。如果說意識形態偏見與媒體敘事塑造了認知框架，那麼中國產業崛起對德國製造業的直接衝擊，則構成了德國普通民眾和產業界切膚之痛的經濟動因。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看：第一，從互補到直接競爭的結構性轉變。過去幾十年，中德經濟關係以德國出口高端設備、中國提供廉價製造為特徵，是一種看似互補的分工。但隨着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電池、軌道交通，甚至工業機器人和半導體等領域的快速升級，中德產業關係已從上下游合作轉變為正面競爭。例如，中國電動汽車，比如比亞迪、蔚來，在歐洲市場份額迅速擴大，直接擠壓德國傳統車企，比如說大眾、奔馳、寶馬在本土及歐盟市場的利潤空間。中國光伏組件和電池幾乎壟斷全球供應鏈，使德國本土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成本上完全喪失競爭力。中國在高鐵、5G、數字基礎建設等領域的技術輸出，也與德國西門子、博世等企業的傳統優勢市場重疊。這種轉變讓德國意識到，中國不再只是世界工廠，而是正在成為世界技術提供者、世界技術領導者，而這恰恰是德國戰後經濟模式的核心支柱。第二，就業焦慮與去工業化的恐懼。德國引以為豪的工業 4.0 模式依賴高技能製造業就業，然而面對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部分得益於國家補貼、規模效應和較低的合規成本，許多德國中小企業難以抗衡，部分企業被迫裁員、減產，甚至退出市場。這種隱形失業雖未引發大規模失業潮，但已造成：第一，技術崗位流失；二，供應鏈本地化受挫；第三，年輕人對傳統製造業職業前景信心下降。德國民眾開始將生活水平停滯、房價上漲、公共服務壓力等問題間接歸因於不公平競爭，而中國被視為這種不公平的象徵。第三，過度依賴的反思與戰略恐慌。德國政界和企業界如今普遍承認，過去對華單向依賴是戰略失誤。中國不僅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還在稀土、鋰電池原材料、基礎化學品等領域掌握關鍵供應鏈節點。當中國對鎵、鍺等關鍵金屬實施出口限制，2023年起，德國工業界真切感受到經濟武器化的威脅。這種依賴與競爭並存的局面，制造了一種雙重焦慮，即既離不開中國供應鏈，又被中國產業反超。於是，去風險成為德國新共識，但這一過程必然伴隨着對華警惕甚至敵意的上升。第四，政治動員與輿論工具化。德國工會，例如 IG Metall、工業聯合會、BDI 和部分政黨，尤其是綠黨和社民黨左翼，開始將中國競爭議題政治化。
他們主張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限制對華技術投資，推動歐盟供應鏈有案外包。這些政策訴求進一步強化了公眾中國威脅就業的印象，使經濟競爭情緒迅速轉化為政治對立。因此，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確實已成為德國對華負面情緒從抽象意識形態反感轉向具體現實敵意的關鍵催化劑。它讓普通德國人，不僅是政客或媒體人，真切感受到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職業不安全感和國家經濟地位下滑。這種情緒比單純的制度偏見更難化解，因為它根植於切身利益的受損感。若中德無法在公平競爭規則、市場對等開放和技術合作邊界上達成新平衡，這種由經濟焦慮驅動的對華負面情緒只會繼續深化。所以，綜合德國對華敵意的深化是經濟現實、政治分裂、安全焦慮與身份認同危機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已超越單純的貿易爭端，演變為一場關於德國未來角色、國家主權與全球秩序的深刻焦慮。